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周二应约与美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除了就宏观经济形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交换意见，中方还表达了对美国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和制裁的关切。中方形容此次交流富有建设性，美方表示对话坦诚、具有实质性。另据美国媒体报道，拜登政府预计将在本周宣布降低部分对华加征关税。中国外交部则呼吁美方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新华社消息称，周二上午，刘鹤应约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议题务实坦诚交换了意见，交流富有建设性。双方认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加强中美宏观政策沟通协调意义重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有利于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中方表达了对美国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切，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对话沟通。而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称，耶伦与刘鹤商讨中美两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发展，因应物价高涨和食品安全挑战下的全球经济展望，对话坦诚而具有实质性。声明称，耶伦对一些议题表明关切，包括俄乌战事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所谓不公平的非市场贸易行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注意到美方新闻稿中有关指责中国非市场贸易行为的有关内容，美方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过去40多年的事实表明，中国经济的成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也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效结合的成功。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这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关税问题，赵立坚也再次强调，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有利于中美两国，有利于整个世界。据美国智库机构测算，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将使美国通胀率下降1个百分点。在当前高通胀形势下，早日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消费者和企业就能早受益。《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知情人士透露，预计美国总统拜登本周将宣布下调对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其中包括降低消费品关税，并启动允许进口商申请关税豁免的框架，同时提高工业机械和运输设备等战略物资的关税。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认为，拜登政府有意通过关税豁免的方式降低对华额外关税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以避免被特朗普及共和党人攻击为对华软弱，而且保留豁免框架也让白宫保持对华政策的部分筹码。知名微信公众号侠客岛的分析认为，这次白宫拟从关税清单中移除的主要是消费品，可见主要是冲着缓解国内通胀去的，对中国的高科技制裁没有松动分毫。此外，刚嚷着削减关税，美国前几天又把5家中国企业拉入制裁清单，说明美国只是在政策层面搞的局部调整，是出于自身利益的暂时性措施，不代表对华打压的整体策略有所改变。对美国这种两面性，明眼人都很清楚，不会抱太多幻想。说到底，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的出路，不能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美方如果看不明白这一历史大势，还想从中作梗，那中方就得继续亮剑。最近如果要是拜登政府对华调整关税，那么我个人的认为是会进行一个叫做暂时性的一个豁免，是扩大豁免的一个范围，但是全部取消，我觉得是不现实的。这一点其实是为了能够立竿见影的去减少国内的消费品的一个价格，去缓解通胀的压力。
事实上，豁免部分关税的方式，此前中美都使用过。今年3月，美方宣布重新豁免352种难以替代的中国商品关税，占全部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产品清单的29.4%。这意味着货值652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被免除了142亿美元的加征关税。而就在1周之前，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把本将于6月30号到期的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6次排除延期清单延长排除期限，对附件所列商品继续不加征中方为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在对华加征关税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在他上台之初，就有美国媒体放出内部消息，称拜登对关税战不感冒。但1年半来，拜登始终无法拍板定案。但自今年5月美国深陷通胀之苦以来，相关决策似乎正在加速。6月18号，在被记者问及对华加征关税的态度时，正在特拉华州休假的拜登又表示，他正对此下定决心。《华尔街日报》称，拜登政府最近几周一直在考虑做出此类决定，但这一决定受到美国目前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的影响。一方面要解决当前国内通胀危机，一方面要维持对中国的所谓经济压力。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关切纳入同一个政策，造成拜登决策犹豫不决。事实上，拜登政府内部对是否放宽对华加征关税的严重分歧不断摆上台面。一方面，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为代表的人主张维持对华加征关税是迫使中国让步的宝贵筹码。另一方面，财政部长耶伦连同美国商界都认为，对华加征关税拖累美国经济。早在6月初，耶伦就与戴琪唱反调，在国会听证中表示，应当取消这些不必要的关税来缓解美国通胀。他指出，现在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比2008年金融海啸时还要大。对于戴琪不断强调关税的所谓战略价值，耶伦则针锋相对地强调称，特朗普时期的一些对华加征关税没有战略意义。耶伦他的态度是相对理性和温和的，他是从美国国内的实际出发，是看到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包括它自身经济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他是希望和中国通过一定的这种合作，来缓解国内的一个经济形势和这个通胀的这样一个压力。这两派的观点凸显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矛盾，一方面是要求和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和博弈，另外一方面要进行有限的合作，那本身这就是矛盾的。那它这个矛盾就导致了美国国内的这个对华的经济贸易团队，它这个决策机制的进退失据、进退维谷和进退两难。今天，刘鹤与美国财长通话，美国媒体也透露，拜登政府将在本周取消部分对华加征关税。那么，您认为中美关系会好转吗？主持人好，美国取消部分对华加征关税已经吵了很长的时间，现在呢，到了必须决定的时候了。7月7日以前呢，加征关税的期限呢就到了。我们呢，首先要看清楚，这次美国决定取消部分关税，主要呢是救自己，不一定呢意味着中美关系会好转。虽然呢，一些美国学者和商界人士呢呼吁中美关系呢应该缓和，再紧张下去啊，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伤害就更大了。说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是美国呀自己救自己，是因为呢美国的通胀率太高了，这个民众呀对政府是越来越不满，而对加征关税，据说呢可以推高了这个通胀率1到2个百分点，所以呢美国政府考虑降低或者是取消关税。但究竟怎么个减免？是部分的取消，还是全部取消？是直接取消，还是用关税豁免申请？拜登政府的内部呢就有很大的分歧，所以呢迟迟不见最后的结果。我估计呢，美国可能采取这个部分取消的政策，主要呢是日常消费品，而把一些与科技和安全有关联的商品呢保留关税这个阀门，让企业呢通过关税豁免申请来增加进口。这里呢有一个数据啊，今年前5个月，虽然中国经济呢受到疫情停工的影响，但是中国对美出口仍然增加了15.1%，可见呢美国的市场需求旺盛。如果美国减税，那么美国消费者呢就可以以比较低的价格购买中国的商品，相应的呢就会降低通胀率。而拜登政府能够较显著的降低通胀，那么这在这个11月的中期选举中呢就会少丢一些国会议席。所以呢，这个美国降低关税啊，既是救美国消费者，也是救民主党的政治生命。至于说中美关系，如果拜登宣布取消部分对华关税，
将标志着呢他在这个世界2大经济强国的贸易关系之间做出了第一个重大的政策转变。这个中美双方呢当然都是乐见的，但呢这仅仅是一小步。中美紧张呢要得到缓和，还需要做更多的事，尤其是美国呢要调整印太战略，不能够呢拉起团团伙伙，从经济和安全上围堵中国。蓝莓合作第7次外长会周一在缅甸蒲甘举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缅甸外交部长温纳茂伦共同主持了会议。王毅表示，蓝莓合作作为首个流域6国共同参与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启动6年来发展迅速，成功显著，成功打造了区域合作的金色样板。周二晚，王毅抵达菲律宾展开正式访问，他也是菲律宾新政府上台后接待的首位外国外长。外交部官网周二发布蓝莓合作第7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6国外长达成25点共识。公报表示，外长们高度评价蓝莓合作启动6年来取得的显著进展。外长们强调，将继续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鼓励蓝莓合作同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互补互促，并与东盟系列愿景以及其他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战略相辅相成。王毅表示，蓝莓合作启动6年来发展迅速，成果显著，成功打造了区域合作的金色样板。去年以来，6国认真落实第3次领导人会议共识，为促进区域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他表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向好，正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将为湄公河国家提供更大市场和机遇。中方将始终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始终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始终同湄公河国家分享合作红利，增添发展动能，让蓝莓合作更添活力、更富动力、更具魅力，为区域各国人民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周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过去1年来，蓝莓6国坚持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的初心。中国向湄公河国家提供超过2亿剂新冠肺炎疫苗，同5国建立近150对友好省市。2021年双方贸易额达3980亿美元，同比增长23%，为6国经济复苏和区域繁荣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当说呢，在蓝莓合作上呢，中国与相关的东盟国家呢，都已经成功的建设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这个合作的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呢，给这个南长江湄公河沿岸的这些国家呢，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其中也包括不久前，比如说刚通车的中国与这个昆明与老挝之间的铁路。上周日起，王毅密集展开东南亚睦邻外交。据菲律宾商报消息，在主持完蓝莓合作第7次外长会后，王毅于周二晚抵达菲律宾马尼拉，并将于周3与菲律宾官员会面。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锡莲周二接受菲律宾 SMNI 电视台专访时介绍，王毅此次出访东南亚4国对菲律宾是正式访问，这将是非新政府上台和马纳罗外长上任后接待的第1位外国外长，充分体现了中方对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菲律宾 SMNI 电视台在专访中提及，上周日，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了非新任总统马克思就职仪式，并在会见马克思总统时就双边关系下步发展提出4点建议。黄锡莲回应称，王副主席表示，中方始终把菲律宾放在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与新政府一道传承友谊、增进互信、接续合作，推动中菲关系迎来新的黄金时代。继续关注俄乌局势，冲突进入第131天。在上周日宣布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最后一座大城市利西昌斯克之后，普京指示参加卢甘斯克作战的部队应当休整，以提高作战能力。东部和西部集团部队要继续按计划行动。有西方媒体猜测，在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后，俄罗斯将把焦点转移到占领整个顿涅茨克地区。周一，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向俄总统普京汇报最新战况。他表示，在2周内，俄军包围并消灭了利西昌斯克和北顿涅茨克的乌军。
Летатель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разминирование города Лисичанска и его окрестностей, доставка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грузов.绍伊古还表示，俄军和卢甘斯克地方武装控制了670平方公里的区域，乌军损失5469人，其中2218人战死。普京则表示，参与卢甘斯克作战的部队应当休整，东部和西部集团部队将继续按计划行动。единому замыслу и надеюсь, что все будет на 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происходить так же, как и на Луганском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也发布公告，证实失守利西昌斯克。公告还表示，乌军高层下令乌军从利西昌斯克撤退。作为这个第二军事大国，我们公认的第二军事大国和乌克兰这样一个中等的国家，乌克兰的军事力量还是弱小，所以最后的这种在这个局部战役上还是有实力，但是这个战役还非常漫长。那么乌军还是有这个力量，保存了一定的力量。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注意到，俄军在顿巴斯地区攻城攻势越来越快。之前俄军在马里乌波尔用82天才占领亚速钢铁厂，但是之后仅用30天就攻下北顿涅茨克的阿佐特化肥厂，而这次仅用了8天，乌军就从利西昌斯克撤退。高强度的火炮打击让乌军措手不及。事实上，乌方也在蛇岛对俄军使用了火炮饱和攻击的战术，俄军已经于上周撤离蛇岛。但观察指出，火炮密集攻击需要国防工业体系的支撑。目前，乌克兰的国防工业体系已经几乎被摧毁，而美西方的军援极其有限，因此乌方不具备大规模使用火炮攻击还手的能力。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向普京汇报战况时的一组数字也说明了这种战术的效果。绍伊古说，乌军从利西昌斯克撤离时留下39辆坦克和装甲车、11门火炮和迫击炮、48套标枪和 NLAW 反坦克导弹系统、18套毒刺防空导弹系统和3架无人机。有分析认为，大量武器被遗弃，显示俄方的火炮攻击让乌军惊慌，因此非常匆忙组织了撤离。还有消息表示，当时乌军是在没有接到指挥部命令的情况下就自行撤离，撤至谢维尔斯克时严重减员，仅剩下40%士兵。分析认为，这对乌军的士气打击较大。完全占领卢甘斯克意味着俄军第2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已实现大半。法新社分析认为，俄军接下来将加大对顿涅茨克的攻势。目前，俄军大约已经控制顿涅茨克的一半区域。华盛顿邮报称，俄军占领利西昌斯克加剧了美国国会议员和战争观察人士的焦虑，他们更加怀疑乌克兰能否阻止俄罗斯。在冲突早期，俄军对基辅的军事行动开局不利，美西方产生了乐观情绪，但目前这种盲目的乐观已经消退殆尽。周一，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社交媒体账号就发帖证实，海马斯参与了军事打击行动。照片和视频显示，乌克兰扎波罗热州的武装部队已开始使用美国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此外，在哈尔科夫州的伊久姆，2个俄军指挥所遭海马斯发射的精准导引火箭弹摧毁，经确认应为隶属于俄罗斯第20集团军的一处指挥所。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还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视频，宣称乌军已经拥有的4门海马斯火箭炮将可以改变战局，能击中数百个俄罗斯目标，并称基辅将在20天内击败俄罗斯。但舆论普遍认为他的表态过于乐观。那么乌军缺乏40公里以上的这个武器系统，就是俄军往往能打到乌军，打到他的后方，但是乌军打不了俄军的后方，包括指挥部啊、仓库啊、交通枢纽啊这些地方。那么海马斯可以说是一个改变局部战场形势和战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武器，但是呢，对整个的战场局势，我觉得可能1、2种武器起的作用还不是非常大。芬兰、瑞典加快加入北约的步伐，周一正式签署加入北约议定书，但最终能否入约，仍需北约30个成员国基于共识性原则，由各自国家的国会逐一审批通过。实际上，土耳其上周在北约峰会召开前与芬瑞2国达成协议，为2国加入北约扫清障碍。但土方也强调，后续进展仍有赖2国对协议的执行情况。虽然芬瑞2国尚未正式加入北约，但北约已经在开后门，全面加强军事合作。
俄芬交界的芬兰拉彭兰塔市已要求北约在当地设立军事基地。俄罗斯方面则对此强硬回应称，北约在芬兰和瑞典进行军事部署或进驻军队将招致打击。芬兰外长哈维斯托、瑞典外交大臣林德与北约助理秘书长卡登巴赫周一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完成了加入北约的谈判。芬瑞两国正式确认愿意加入北约组织，并有能力履行北约成员国的政治、法律和军事义务。会谈结束后，周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与芬瑞外长正式签署两国入约议定书。这份议定书随后将交由北约30个成员国批准。此前，土耳其强硬反对芬瑞加入北约。上月28号，北约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峰会前的最后一刻，瑞典、芬兰和土耳其宣布达成一项三方备忘录，土耳其同意支持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备忘录中强调，三方将加强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土耳其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按照备忘录，瑞典将向土方遣送73名恐怖分子，目前其中3或4人已经被遣返至土耳其，但土方表示这远远不够。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应该是这个结果不会改变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现在土耳其想做的就是想利益最大化，利用这个两个国家申请的这种急迫的心情，想得到一些土耳其想得到的东西。而且，如果土耳其提出的要求太多的话，美国也会下场干预。尽管还未正式加入北约，芬兰和瑞典就在军事层面加速与北约合作。有报道称，芬兰已经开始讨论在与俄罗斯接壤的地方建立北约军事基地的问题。俄芬交界的芬兰拉彭兰塔市市长周三表示，芬兰国防军可在当地建一座机场，并建议北约在此设立军事基地，协助保护该地区的安全。对此，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周一表示，北约在芬兰和瑞典部署军事基地，不仅不会保障这些国家的安全，相反会使他们被部署基地的城市面临遭受打击的风险。对于芬瑞加快入约步伐，上周在俄乌军事冲突发生后首次出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反应平淡。他表示，瑞典、芬兰要加入北约，俄罗斯并不会阻止他们的行动，因为瑞典和芬兰并不像乌克兰有着和俄罗斯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普京也画出红线，他表示，如果北约在这两个国家境内部署军事设施及军队，那么该事件的性质就发生改变。俄罗斯不排除会像对待乌克兰问题那样对待瑞典和芬兰。值得注意的是，瑞典也主动介入乌克兰局势。瑞典首相安德松周一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这是安德松首次访问乌克兰。安德松表示，瑞典将继续在军事和财政上支持乌克兰。4个多月来，俄乌冲突局势不断变化，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已久。外界也关注谈判进程是否有转圜空间。不过，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周日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就拱火称，华盛顿认为现在就讨论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和平谈判还为时过早，因为双方没有做好进行此类谈判的准备。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泽连斯基在战场上获胜，才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只要这个战争还在持续，俄罗斯军队还在乌克兰的领土上，美国可能还会继续的提供这个援助。同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指出，美国及其盟国仍然对乌克兰的持续冲突感兴趣，西方国家实际上阻止了乌克兰政府考虑任何潜在的和平谈判。俄军拿下利西昌斯克，对于俄乌顿巴斯会战意味着什么？那么乌克兰还会在战场上有何反应呢？我曾说过，俄罗斯对乌作战有某种去工业化的色彩。某种意义上，拿下利西昌斯克对俄罗斯巩固从钻井到加油站的纵向一体化能源大鳄地位也很有帮助，也更具有工业化的味道。更微妙的是，随着战线往乌克兰腹地延伸，消耗巨大的俄军更需要就地解决后勤。利西昌斯克及周围的大量工厂对维持作战很有帮助。指挥攻打利西昌斯克的俄军主将是从叙利亚战场回来的拉宾，他面前的乌军是以北顿涅茨、利西昌斯克和鲁别日诺这3座中型城市为骨干，构成了幅员150多公里的要塞区，而且经营有8年之久。拉宾用航空兵
炮兵来把敌军的主力孤立在阵地内，同时用特种兵和装甲兵切断乌军要塞区和后勤兵站阿特莫斯克所连接的特13动量公路，让上万的乌军坐困愁城，要尽可能减少俄罗斯正规军的伤亡。再看乌方呢，他们本就不指望俄军围困下的要塞区能够保全，而是尽可能的拖延消耗俄军，为换装西方武器的部队整训及南部反攻争取时间。当前，撤出利西昌斯克的乌军全力保卫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请注意，前者是乌克兰的机械制造之都，后者呢，则是乌军东部军区的总部所在地，战略价值之大可想而知。我个人的看法，乌军可能加快实施北防南攻的策略，从后勤线最短、兵力最充沛的南线动手，夺回赫尔松，威胁克里米亚，以围魏救赵之势，阻止俄军进一步推进。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在即，那么您觉得俄罗斯会如何应对呢？瑞芬两国的外交向来号称中立，但实际上他们的传统中立政策早就变成历史。展望未来，瑞芬一旦入约，北约不大可能快速部署军队和基地，因为他们不同于波罗的海三国，瑞芬本身就有很强的常规战力，北约基地过于靠近俄罗斯，势必加剧不必要的冲突升级。理想的策略还是抓住瑞芬，为北约新增加的1200多公里对俄边界加大对俄的抵近侦察。另一方面呢，两国也需要一段时间完全融入北约体制，进行联盟科研活动，进行科学研究分析，提高成员间的互操作性。当然，瑞芬入约还将极大地增强美国与俄罗斯争夺北极的能力。至于瑞芬的举动呢，我个人的看法，俄罗斯所能采取的反制比较有限，因为它已在南方有一个乌克兰战线，对有北约身份的邻国动手是不可想象的。普京也自己说过，只有疯子在做梦时才能想象俄罗斯突袭北约。观察俄媒体过去4个月的播放的新闻看，俄乌冲突从不描述为战争，而是用有限规模军事行动来代替，而对包括瑞芬入约这样的严重事态，也往往做淡化甚至幽默处理。这种宣传策略所产生的效应，是俄民众对这些变化的敏感度越来越低，他们的关注点还是集中在收入和失业上。我的看法，俄罗斯将不得不淡化处理邻国加入政治军事集团的结果。周二，香港特区新一届政府召开首次行政会议。开会前，行政会议成员一同会见记者。行政长官李家超回答了包括房屋问题等在内的热点议题。他表示，将务实尝試一些解決問題的新方法，不會做口號式官員。我唔係口號式嘅一個行政長官，所以我係會好坦誠咁話俾大家聽，我哋問題所在喺邊度，係涉及好多深層次嘅問題，亦都有好多咧係因為程序或者法律，又或者實際嘅情況咧係需要長時間咧先至可以解決到嘅。政府嘅態度係當見到問題嘅時候，去勇於面對，嘗試解決。谈及管制团队时，李家超说，香港公务员的表现与特区政府效率直接挂钩，他希望整体提升管理成效，在执行上做出成绩。李家超也指出，根據最近的國際相關報告，香港特區政府的效率排在前列。有陣時點解有一啲表現呢，同市民或者期望有落差呢？會唔會係因為程序上邊嘅一啲繁瑣，又或者資源方面嘅不足，又或者會唔會係部門之間嘅配合等等嘅？如果個領導嘅官員呢，喺問題出現嘅時候主動介入，咁喺統籌方面做好啲，喺嗰個方向方面做好啲，以及咧喺個權責方面咧係做好啲咧，咁好盡心盡力嘅公務員去做嘅事情嘅時候咧，就當然係達到預期嘅效果。
按照香港基本法，行政会议是协助行政长官决策的机构，每周举行一次，由行政长官主持，商讨重要决策、向立法会提交的法案等重要政务。本届行政会议共有37人，包括21名主要官员和16名非官守议员。在7月1号当天，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宣誓就任后，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也宣誓就职，由李家超监事。在周二的记者会上，李家超表示，16位非官守议员来自不同背景，有丰富的经验来帮助他做决定。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新一届行政会议非常团结，已展开工作，相信在大家的通力合作及行政长官的領導下，香港一定會有更好的發揮。咁我哋向行政長官承諾，未來5年呢，一定盡我哋嘅能力向你提出最佳嘅意見，配合你嘅工作。我好有信心，葉太喺履行召集人嘅職責方面呢，係會做得好有成效，特別係為香港發聲，講好香港嘅故事。周二晚，李家超出席香港民建聯30周年會慶，他在致辭中感謝民建聯為香港特區政府培養了一批人才。他還表示，在未來5年，中央給了香港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由治及興。而由治及興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如何落實好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港裏邊俾咗呢套拳我哋㗎啦，你哋自己香港愛國者點打好呢套拳？令到我哋真正有好競爭力，可以打舞台，而可以戰勝、克服困難、戰勝問題呢，就係我哋大家要共同探索嘅。我係探索緊，但我亦都期望每一位愛國者都共同探索。之後，我哋就昂首闊步，邁向發展，邁向更高台階。周一晚，李家超接受央視總台訪問，他強調，社會最重要是穩定，施政也會以結果為目標，爭取市民支持和信任。從19年的經驗告訴我，穩定是最重要，因為沒有穩定就沒有發展，沒有穩定，民心所向，也不會發揮它的真的價值。有穩定才有其他的元素。當然，穩定的情況下，你怎麼把自己固本培元，怎麼把自己更變得強壯，那個是重要的。李家超提到，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過程中，要和內地不同的城市保持緊密聯繫。廣東對香港多年來的支持都是一致的，兩家人互相支持，互相幫助。深圳市呢，當然是我們香港最直接的鄰居啊，也是我們作為一家人裡面呢最親密的我們的親戚啊，所以我就非常感謝在深圳市政府在香港抗疫的時候給予很大的資源幫助啊，特別在物資方面啊，在運輸方面的幫助，所以我特意打電話呢就表示我的謝意，也希望呢我們的合作呢推到更高的一個新的層次讓我們的老百姓共同受惠。李家超還談到，香港未來要在體育方面有更大的作為。在被問及自己日常如何鍛鍊，李家超透露自己對游泳、乒乓球都很有興趣，但最常練的是氣功。我氣功方面的修養已經超過25年了。所以現在呢，我每天都抽一點時間吧，去練一下氣功。這個對我來講也是一個非常有效的一個養生的一個方法。